兄弟们，早上起来就接到第一单啊，去亩里吊几棵微树。这个早上起来，这个天还下着雨啊，小雨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场地了啊，我们已经把车给支起来了。这个后面呢，就是需要那个吊的树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现在这个几棵树的这个样子啊，可以看一下啊，这几棵树还是挺高的，挺粗挺壮的。首先砍这个树啊，我们先要把人给吊上去。好了，现在空中小飞人已经准备就绪，现在只需一个字：起飞。空中小飞人已经起飞了啊，他已经准备就绪了。他这个系绳子的方法啊，还是有一点安全隐患的，他需要再拿一根绳子围着他这个腰部给他缠一圈啊，这样是最保险的。它这个吊上去呢，它需要把这个绳子呢，系在我们那个大钩上面，因为我们吊车它有大钩小钩嘛。我们这个小钩呢，把人给吊上去，我们需要我们的小飞人啊，需要把这个绳子呢套在树上，然后再把绳子套在我们大钩上面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小飞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好了，现在安全着地。好了，现在就到我们光头强上场了。好，这个树枝断了之后呢，那么我们吊车就用大钩把它给扯起来，就吊起来啊。咱们这个吊车它是25吨的啊，它这种树枝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个树枝大概还是有1吨多吧，加上大钩将近2吨的样子。因为我们中途落了车啊，这个背呢伸得有点远。从这儿就看得出来啊，这个树挺粗的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底部啊，非常粗。那么现在看的啊，感觉这个树不是很大，因为我把这个广角给放大了啊，所以说看着挺小的。但实际上这个树是非常大的，你可以看地上那个光头强啊，你看对比得出来这个树有多大多高了啊，很粗啊。这个树其实现场的话，这个树最下面有我们那个2GB 那么粗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需要找准这个着地点啊，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树给它放下来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树枝慢慢的放下来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这
这个是微树啊，微树就无所谓，随便放。但是如果是那种商品树的话，就不能这样子放啊。商品树的话，就必须要把它枝少的那一端啊往地上放。那如果说枝多的一端你往地上放的话，那我们肯定是要赔钱的啊。好了啊，现在就到我们的光头强2号上场，他需要把这些树枝呢全部给它锯掉。那么最终呢，这个树枝就变成一根光棍了啊。它这个树枝呢，它锯了它又分段的啊。它因为每个厂家那个尺寸不一样啊，它需要根据厂家那个尺寸啊，需要按照这个尺寸分段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准备去吊第2根树了啊。第2根树呢，看着没多大，那其实比第1根树还要大一些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第1棵树的残骸。那么现在我们的小飞人又要上场了。因为它这个第2棵树呢，它这个枝有点多啊，这个不是很好挂这个绳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那个布绳现在换成了钢绳了，因为觉得这个第2棵树有点重嘛，那个感觉那个布绳它有点承受不起这个第2棵树的重量。这个放大了啊，方便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挂这个钢绳的。好了，这个钢绳呢已经挂好了，现在我们需要把小飞人给放下来。那么现在我们的光头强又要上场了啊！由于他锯这个树呢啊，它是围着这个树转的，它这个树呢围着转一圈，它里面的中心点它是锯不到的，有时候，那么就需要我们那个吊车呢在上面晃一晃啊，把它那个中心点给它给晃断，我就可以直接抬起来，就直接拖走就行了。可以看出来哦，光头强呢锯的还是有一点吃力的，他还是围着这个树转一圈啊，然后还是通过咱们那个吊车给它晃2下啊，这个树就可以给它抬起来了。因为它这个树有点粗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。好了，现在咱们这个树呢就已经锯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树其实它在晃啊。因为它这个树呢有一部分它没有锯断啊，我们把它抬连起来，它把中间的部分锯断，这个树就可以吊起来了。
咱们这个吊车呢还是吊不起来啊，还是需要它把左边那一端再给锯一下啊，因为还是没有锯断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应该是锯断了啊。这个锯断了这个吊树的时候啊，这个人一定要远离这个树啊，因为这个树特别重啊。如果被这个树碰到，起码都要弹飞1米左右啊。从这儿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树其实还是特别粗的啊。它这个是要比第一根树要粗一些。